想象一下，这是一座未来的智慧工厂，这里没有冷气，没有日光灯，因为机器人不需要这些，它能24小时不间断运作，没有罢工，没有公安意外，产出率完美的令人窒息。走出工厂，自动化的浪潮正蔓延到公路与城市，自驾卡车和物流机器人正在用极低的成本把商品送往世界各地。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成本无限逼近于零的黄金时代。但这幅完美的科技图景背后，却隐藏着一个足以玩垮人类经济的致命悖论：机器人能以惊人的速度制造出完美的商品，但机器人并不像人类一样会消费。当企业透过 AI 和机器人消灭了高昂的人事成本，他们也同时消灭了这个社会最核心的消费者。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场正在发生的经济寂静风暴。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个专门分享未来趋势与最新科技的频道。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福特悖论，当年福特汽车引进自动化流水线时，高层曾骄傲地问工会领袖，我要怎么把这些机器人变成加入工会的会员？工会领袖只冷冷地回了一句，那你要怎么让这些机器人买你的汽车？这不是科幻小说，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这一场由 AI 领军的革命正在对劳动市场进行一场沙漏型的洗牌，中间阶层正在消失。当工厂失去了工人，公路失去了司机，办公室失去了助理，这群失去收入的人拿什么去购买 AI 生产的商品？经济的齿轮将会生生卡死。接下来我将 AI 对社会的影响分为3个阶段来做分析。首先是第一阶段，萌芽期。我们正处于 AI 发展的初期，在这个阶段，科技带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惊奇与效率的狂欢。工厂开始导入智慧大脑，物流迎来无人自驾。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一个黄金时代，生产成本正在大幅降低，效率成倍增长。股市为高科技的突破而欢呼，大众看着荧幕里无所不能的 AI， 虽然有零星的失业讨论，但宏观经济的齿轮依然照常转动。但这场狂欢背后，一场海啸正在悄悄成型。当技术的萌芽期走向成熟，人类将迎来避无可避的第2个阶段，阵痛期。在这个阶段，自动化与 AI 技术达到了顶峰，企业为了生存与竞争，开始进入铺天盖地的去人工化裁员。当大量的底层劳工与中产阶级在短时间内失去岗位，一个致命的经济悖论被彻底引爆。机器人能以无懈可击的速度制造出海量商品，但机器人从不消费。传统资本主义的旧规则，人类出卖劳动换取薪资，再用薪资进行消费，但现在正在被彻底卡死。市场上充斥着完美的商品，街头上却是买不起东西的失业大众，供需失衡，经济停滞，整个市场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危机。历史告诉我们，阵痛期的极致往往会倒逼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的进化。为了不让经济系统彻底崩溃，人类被迫改写游戏规则，向高度自动化的企业克制 AI 技术税，并强行推动无条件基本收入 UBI， 发钱给所有人，以此来兜住社会的消费力。然而，就算政府靠发钱解决了没钱消费的问题，这场科技海啸引发的效应才正要开始。第一个效应是人类的存在感危机。过去几千年，工作定义了我们是谁。当人类从生产者退化为纯粹的消耗者，不用工作虚无的灵魂将引发前所未有的精神破产。第2个效应是后劳动群体的诞生。未来的阶级隔阂可能不再是传统资本家如何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而是大多数人在经济体系中不再需要贩卖劳动力。1%掌握核心演算法与大数据的数据新贵，与99%脱离传统劳务，依赖基本收入保障的后劳动群体，将形成历史上全新的社会与智力断层。这是一场全球地缘政治的大洗牌。过去发展中国家引以为傲的人口红利将彻底失效。如果教育、训练、社会福利安全网跟不上，将会延长阵痛期。而这场阵痛极其痛苦，但它却是通往未来的唯一黎明，也就是第3阶段。当转型的阵痛退去，人类将迎来 AI 发展的终极后期。这是一个所有人都能真正享受到科技红利的全新乌托邦生活。在这个后稀缺时代，因为机器人承担了所有危险、枯燥、单调的机械劳务，基础物资变得极度充裕且廉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彻底脱离了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出卖肉体或灵魂的枷锁。我们不再是单调劳动的工具，而是成为了自由创造群体。经济的闭环被重新定义，商品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它的制造难度，而取决于它带有几分人的温度。匠人经济、关怀经济、情感体验与精神探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爆发。机器替人类去吃苦，而人类终于有时间回归人性。历史上每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转型。当年的禁用童工法、周休2日制，在当时都被传统资本家视为扼杀经济的洪水猛兽。
但最终他们反而健全了消费市场。这一次，我们该被淘汰的究竟是失业的劳工，还是这套沿用了数百年的旧经济规则？AI 与自动化的终极目的不该是淘汰人类，而是转化人类的价值。当生存不再需要靠贩卖劳动力来交换，我们才有机会真正去探索艺术、哲学、同理心与纯粹的创造力，从物质层面进化到更高维度的精神层面。这不是人类的终点，而是一场关于我们如何重新定义自身价值的终极试验。面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变革，你觉得我们人类现在处于哪一个阶段？政府该出面干预，还是交由自由市场？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我们下期影片见。